宇哥，来一剑，把这瓜开了。不错不错，比昌河大哥切的瓜整齐多了。宇哥，你简直就是剑仙。我的剑多长，他的剑多长，这能比吗？剑仙的剑会拿来切西瓜吗？我去给你们做饭去。苏沐雨，申爷，我做了个决定，要出趟远门。有些事情啊，总该有个了结的，不然呢，便会在心里有一道坎儿。就算平日里过得再快乐、高兴，只要一想到那道坎儿，就会忽然失去笑颜。去吧，只要不搭上自己的性命就好了。多谢申爷，我也知道过去已命，就该为我的家人做一些事情。你这不是杀人剑，而是有问道心。你要想清楚了，以后只做剑客，而不再是杀手。至少，在接下来这段时间，我想换一个身份，求一个答案。哦，什么身份？吴建成，少主。那又求你什么答案？无双城天下无双，但唯独剑字这一道，在吴建成面前无法无双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要问剑，无双城。玉树，瓜子就那么好吃吗？师傅，练剑就这么有意思吗？练剑并没有什么意思，但是我从小便开始练剑。若有朝一日不让我练剑了，便会觉得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吧？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教我练剑呀？不吃瓜子了？莫急，你是天生良才，每一步的雕琢都极为关键。曾经我的师父对我说过，我是为剑而生的。我苦苦修炼几10年，可是比我晚入世的李寒一，都已经成为了雪月剑仙，而我却还止步不前。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师傅，我看你天天都来这湖边，却什么也不做。难道这湖里有什么宝贝吗？没错。师傅，这可是……这便是我们无双城当中最珍贵的宝贝——无双剑匣。这个剑匣当中有13柄名剑，其中1柄名唤大明朱雀，乃名剑谱当中排名第2。既是无双，为何又不是第1？第1乃为天子之剑，大明朱雀乃江湖之剑，当然敢称无双。师傅，师傅，这剑呢？果然如此。我修炼30载，今日
初到此处开启无双剑匣，可终归不是这剑匣选中的主人。天意如此。这剑匣不能随便打开吗？剑匣有灵，只有他遇到他认可的主人，才会开匣出剑。让我来试试。可你还未曾习剑。别因我不曾习剑，说不定这剑匣就喜欢如白纸一般的人呢。好。前辈好雅兴，很多年的习惯了。喝上一壶酒，吃上一碟花生米，是我每日唯一快乐、轻松的时光。我理解。今日见你的第一面，我就猜出了你的身份。你和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格外的相像。我的剑法和我父亲当年比起来，也并不逊色。你的伞是你的剑，我的伞中藏有18剑，这屋里屋外加起来共18人，刚好一柄剑，取一条你们的命。不愧是苏家家主，一早就看中的孩子，居然重现了18剑阵。你们这些人应该都已经死了，为何会出现在家园之中？当年提魂殿下了这个任务，大家长本意是拒绝的，因为灭掉一个无剑城所带来的影响太大，会动摇暗河的根本。但提魂殿的态度很坚决，因此暗河损失惨重。93名最顶尖的杀手，最后只回来了这18人。而这18人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都遭遇到了追杀。没有人能提前知道暗河杀手所接的任务，除了提魂殿。没错，大家长也怀疑是提魂殿和下丹的雇主合谋，要杀人灭口。暗河之中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杀人灭口的事情，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雇主的信息，没有灭口的必要。但那一次不一样，雇主想要的是无剑城中那些珍藏的剑谱。当我们的人冲入城中的那晚，他们那些潜入的人正在争夺无剑城中的剑谱，而我们两方人马在很短暂的时刻产生了错误的交锋。正是在这次交锋的过程中，我试探出了对方所用的剑法。成剑上9天，龙影落黄泉。没错，是9天剑法。无双城。
莫急。此剑一出，天下无剑。可偏偏号称天下无双的第一武城，赖以成名的也是剑。无双城，这个答案还真是令人心寒。为何心寒？因为我的父亲曾称赞过前任无双城城主刘云奇的剑法，对他隐有相惜之意。只可惜，苏公子，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，但我也有一些话想对你说。我们这些人和你没有任何的情感，也不存在任何的愧疚。安和听令行事，你也是一样。所以，今日若你想复仇，我们必定杀你。我若要寻仇，找的也应该是卧道之人，这点我明白。更何况，入了家园，这一生的罪孽荣光都将洗尽，这一点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苏家主，多谢。我们这些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动过刀子了，现在挥起锄头来，可比挥剑来得更熟练。告辞。好，怕他做什么？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杀不了这么个小子？恐怕还真杀不了。18剑阵可不是闹着玩，更何况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已经来了很久了。刚才我们现身的时候，门外这人就已经动了杀气。如果我们真的动手，他一定会冲进来的。他是暗河这一带的大家长，苏长河。苏长河，有意思。那他身上这股气息是？他练了研魔掌。我听说，这是一门被诅咒的武功，但凡修炼此等武功的大家长，都不得善终。我不相信这种说法，只因我们这样的人，大多都没有善终，所以才显得似乎每一位修炼研魔掌的大家长都不得善终。当年，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虚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木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3家已成过往，新的暗河即将走向彼岸。
去和苏长河他们会合吧。哎，老了，算计银杏这种事，苏长河这个小子还真是算无一策啊。你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，大家长。我已经不是大家长了。我信过梦，也信过苏，却从未能走出过这片河。或许这样的变革能够带来新的暗河，能够成为这个天下不一样的那个影子。天真呐，影子就是影子，走不到光明的地方的，那我便看看。只是大家长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你都看不到了。苏家苏长河得现任大家长认可，赐绵龙剑，即今日起任暗河大家长之位。拜见现任大家长苏长河。拜见大家长。朱印首领苏沐雨，谢魁之位，任苏家家主。诸位，新的暗河已经到来了。拜见大家长，拜见苏家家主。唐林月，唐连月。这棋局看来已是必死之决。所言尚早啊。倒是没错，绝境之中，何尝不会出现神之一手呢？宗主，看来，真正和宗主对弈的对手，下出了属于自己的神之一手。两个年轻人，居然
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哦，为何这才是最好？因为他们够强。只有真正强大的对手，才是现在的我们所需要的盟友。拿好啊。老板您好，我要1斤桂花糕。一斤桂花糕。对，1斤桂花糕。啊，好的。你的桂花糕。多谢。申夜，我回来了。累死我了！一会儿呢，等汤药稍微凉一些，就一滴都不剩的，都给我喝掉，听到没？知道的，申夜。哇，还是热乎的。今日来的人更多了。春日谷雨，风吹心动，一发病。什么病？春心动，自然是桃花痴症啦。你们要看的人已经来了，我要吃的桂花糕也已经吃到了。什么时候能进去看呢？那现在就开始看病吧。什么病啊？手啊！什么病啊？这不是不知道什么病，才来看诊的吗？10两银子，我让那家伙亲手给你煎药。什么药啊？10两银子。1两板蓝根，10两银子。你要是不要，那我就给别人喽。啊，要的要的。下一位。我出100两，让他喂我喝药。100两怎么够？200两。中。下一位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你得了很严重的病，你好好看着，我和你细说，不然啊，可就活不过这个春日了。
苏沐雨继任苏家家主之后，去南安城开药方。是，我们派了一群人监视，但都被发现了。有人出手废了那群人的武功，似乎是要给个警示。而我们现在只敢在南安城外派几个人守着，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那苏昌河呢？他回到了暗河，看架势，就是冲着提魂殿去的。但是三官早已经离开，他收服了留在暗河的3家弟子，随即便离去了。传信给三官，现在才是他们真正相见的时候。宗主，这是要跟他们合作了吗？桀骜不驯的剑，虽然难以掌控，但若能握在手中，才能够成就真正的霸业。你那18剑阵是真的厉害，我在远处都已经感受到你的剑意了。但是你放出的剑要怎么收回来呢？现在这把伞是昌河找了搬家之人为我特制的。以前杀人使出18剑阵，用的都是普通纸伞，不仅容易坏，每次用完还得自己把剑捡回来。不是我说，你以后若迫不得已用这剑阵去杀人，那岂不是还得从一具具尸体里把剑给拔回来？世间哪有你这样的杀手啊！完成任务即可，他们已死，也看不到我这般简剑的模样。哼，我以后啊，一定多接些任务，存钱给你定制一把好伞，要不然和你合作出去杀人，多丢人啊！给。好，真是谢谢你啊，大好人。昌河说，这不是一个刺客杀完人后该有的模样。这只是一柄剑而已，为什么必须要得到它，才能执掌暗河呢？我原本以为，洛城主能有这样的修为，定是气宇不凡之人。可适才面对这样的良才美玉，洛城主又为何要赶尽杀绝呢？我自有我的理由。可今天这个人，你杀不了。二哥，带无双走。多谢。我应该谢谢你们。走吧。你就是萧楚河。我听说3日之后，你要带走一人，并且再杀一人。你要杀的人可是我呢？正是你。但不应当是今日。我给了3日时间问剑天启。你拿的是棍，没有资格参战。那我呢？新剑，你是李新月的后人。雪月城雪月剑仙李寒一，雷家堡雷门双子雷轰门下弟子，剑心种新剑传人雷无杰，前来问剑。你个傻子，你不会觉得前面称号越长越厉害吧？好。哎，等等。等什么？前辈已经接连战了2场，并且2位对手实力都不凡。前辈虽然现在看上去并无大碍，但我相信体力一定与一开始有所不同了。
我无妨。别说了，前辈有心让我，但我却不能接受。我辈剑士人人心诚，岂能愧对于手中之剑？刚才前辈不是说要在天启城多待几日吗？那么3日之后，等前辈休息好了，我们再来此地问剑。前辈，告辞，3日后见。走，快点儿。雷无极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雷兄啊，你看上去单纯懵懂，其实还是挺聪明的。怎么说？刚经历了2场精彩对决，顾剑仙的神采在众多剑士中堪比神人。可当气势正旺，顾剑仙想要求剑却无人问答，雷无极却冲了出来，一顿插科打诨，还立下了3日之约，把气氛扫得干干净净。顾剑仙想要营造的高手求败的感觉，就荡然无存了。还是叶姑娘懂我。那3日之后怎么办？雷无极，你又该怎么办？今天上场的这3个人，我一个都打不过，尤其是那个顾剑仙陆清扬，差距很大。哪知道？但是他一剑斩了永安王的牌匾，这是在示威啊！不管我们去不去挑战他，他都会上门。与其让他主动找茬，还不如我们先挑战，至少这样还能什么？还能出个名白。哼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啊！无妨，没什么大碍，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多谢先生。谢谢先生。小无双，小无双，这些都是我从萧瑟的药房里带来最上好的补品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小气得很，搞到这些可不容易了呢。你是来求教的，废话少说，直接问。你是想问洛清扬的剑？哎，是的，这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说我也不可能把剑法现在练得比他还强，但是我要从他的剑术里面找找弱点，就能从弱点出发，出奇制胜，一招制敌。好，你问。那我就问问你啊，他这最后一剑是从什么地方攻过来的？4面8方。好，那个时候他的剑气何处最盛，何处最弱？无处不在。那这就没法聊了呀！这的确是这种感觉。跟洛清扬对剑和其他人对剑不一样，我们站在那片空地上，我却感觉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是属于洛清扬的，不对，是属于洛清扬的9歌剑法。风是凄凉的，四处是苍茫的，我耳边隐隐有一个人在唱歌，而我有一瞬间很想哭。这便是剑仙所谓的剑势啊！他一剑便能画出一方天地，在那天地之中，他就是主宰。那就没有办法能破剑仙的剑势了吗？每个剑仙都有自己的剑势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小世界。你要想打破这个小世界，便不能顺其剑意而为，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孤剑仙的剑势就是有那股凄凉之气。我明白了。孺子可教，竟聪慧至此。什么方法？我骂死他！这凄凉之剑，重在剑势。国殇剑一出，四面悲风，这是壮士高歌之时。此时气氛一到，我暴起怒喝：“呆！洛清扬，你这个老匹夫！你说你这个老匹夫没事来天启城瞎晃悠干什么？天启城发生的事与你何干啊？你早不来晚不来，非得现在才来，你还问见天启？天启城同意了吗？你把那牌匾也打坏了，你知道那牌匾有多贵吗？你给我滚吧你！”谢谢先生，你说我这么一骂，他还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其实雷兄说的这番话，我觉得
也是有一些道理的。谢先生，你不用顾虑这个傻瓜的情绪，有话直说吧。我不是安慰他，如果真的按照雷兄这么说去做的话，那么那股凄凉的剑势，的确是容易被挫败。当然了，骂归骂，骂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，也不可能骂人就能骂成剑仙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家的剑心诀讲究的就是垂养剑心。若是你能够闭关2日，以纯粹的剑心修其一剑，也是有一线机会的。先生说的对，我也正有所考虑。那我们先行告辞了，3日之后还请先生前来观剑。萧瑟，你说我给我那套剑法取个名字就叫骂剑诀怎么样？骂着骂着就把剑仙给赢了，是不是很霸气啊？但是我觉得我骂的也还不够霸气。你文字好，帮我想想吧。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吗？他可是冠绝榜上第1名的剑客，不输百里东军的绝世高手。所以我需要2日专心养剑嘛。哦，对了，萧瑟，我昨天只跟他说了3日之后见，却没说什么时间。算了，那我就干脆后天傍晚再来，这样都给我时间养剑。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没疯，我有我的剑，也有我的骄傲，我去学养剑心去了。这次看我一剑成名。去吧。走这儿。他要入剑心。不错，当年新月姑姑便曾养剑7日，最后1人1剑杀入法场。那他这样对抗洛清扬，有几分胜算？1分。比我想的还好些。都不到。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了？萧瑟，你应当劝劝雷无节。昨日无双差点死在顾剑仙的手下，他若知道你们的关系，想必要下手的更重一些。雷无节好歹也是雪月剑仙的弟弟，5大剑仙情谊深浅各有不同，但总归还有些惺惺相惜。就冲这一点，洛清扬应该不会对他下死手。这个傻小子，明知道要吃苦头了。或许这一战对他有益吧。若依姐姐，洛清扬再强，也不过只是一个人，更何况在这天启城中，要杀萧瑟，真的这般简单吗？萧瑟不希望别人因为他而受到伤害。洛清扬是来找他的，那他应该负起这场战役的责任，这是他从小到大的选择。但我们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吧。韩一，你怎么突然从剑仙冢回来了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？我怎么睡着了？你怎么突然反问我了呢？现在天气转凉了，当心染了风寒。哦，怎么样啊？在剑心冢那边，功力恢复的如何呀？已经恢复3成了，不必担心。剑心冢的消息太少了，我实在有些担心，就想回雪月城待一阵子。梦见他了？此刻若有他在的话，或许天启城的事情会变得简单一些。毕竟是我们雪月城的女婿了，应该替我们去打洛清扬。我听说洛霞她走了。骆明轩突然对师父表达了那种情谊，他这个当师傅的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所以他就选择了一跑了之。那骆明轩呢？也追着他一跑了之了。总会知道的。这师徒相恋在江湖中虽然也曾出现过，但毕竟还是很难被人接受的。爱情中
总需要一方先勇敢一些。只要有一方愿意勇敢，那他们的感情总会走到一起的。他就是那个比我还要勇敢的人。你说的那个他，是指骆明轩，还是赵玉珍？可如果当时勇敢的那个人是我，现在会不会结局就不一样了？阿姨呀，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天启那边怎么样了？这次我们不能去助他们战洛青阳，那他们该怎么办？我相信萧瑟，他从蓬莱岛回来之后，我跟他聊过一次，他说他有一步棋，这步棋一定是洛青阳都没有想到的。萧瑟，军报，方才有军报传回天启了。什么军报把你慌成这样？男爵进犯我朝边境，1日之内已经攻下了我们3座城池。什么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是，偏偏他就是在这个时候。现在城中有孤剑仙问剑天启，边境又有男爵来犯，这一切又是萧雨的阴谋。嗨，别管是什么阴谋，我已命狼牙军全军戒备，准备连夜赶往边境御敌。想不到，前不久还兵指天启的狼牙军，现在又要替北离镇守国门，军中老将应该有所怨言吧？怨言嘛，总归是要有的。可既然肩甲上画着狼牙，就要肩负起我们狼牙的意志。哎，这几日我虽住在城外军营中，但那个什么孤剑仙的事儿，我听说了。你不必担心我，我自有解决办法。你有信心？我听说那个怒剑仙和什么无双城城主都已经败下阵来了。对，所以我打算去钦天剑，让老天师为我开天剑阁。你要去求剑？不错。世人皆以为我是姬若风的弟子，传习他一手无极棍，就以为我的武功是棍法，但其实我的剑术凌驾于棍法之上。可即便是当年副帅，也没有办法突破那座剑阁呀。总得有人去试试。你来守国门，我来定天启。你要开天剑阁？对，麻烦国师了。今日为何你那位雷小兄弟没有来啊？若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得有人替你护法才行啊。国师不愿替我护法吗？实在惭愧，自打海上仙山一战，老朽便受了重创。原来如此。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国师，他入天剑阁，我来为他护法。好。怎么，前几日才说答应我一块儿，现在又自己单独行动，说话不算话。来来来，殿下这边请。这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千洛姑娘去过剑心冢，这简直跟那儿一模一样。难怪啊！先代剑心冢冢主曾经来这里参观，后来便回了剑心冢，造了跟这儿一模一样的剑阁，只是没造那道门。因为他即便造出了这道门，也造不出这门内的那个事物。萧氏子弟萧瑟前来天剑阁求见，请赐教。这么简单？100年前，花罗公主的佩剑落花剑，
据说花罗公主生前最喜欢俊秀小郎君，故而单靠长相也能收获颇丰。少嫂，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棍法，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。这是什么剑法？这是北离开国大皇帝萧绎所创的列国剑法，只传萧氏皇族子弟。大开大合，霸道无比，非天赋绝佳者不能修炼。这列国剑法分为4技：绝生、破风、惊龙碎天。大多数人穷其一生，也很难练到绝生境。100年来，在此剑法上成就最高的是琅琊王萧若风，练到了破风境。加上落花剑，这殿下一共取了9柄剑了。哼！你这是要把我天剑阁掏空吗？这9把剑只是个彩头，我真正要什么，国师应该比谁都清楚。即便是琅琊王，当年也没有能打开这道门呐。若论剑术，我比王叔更强。金龙一剑，萧瑟，你先进去，这我守着。多加小心，等我回来。